看了长安汽车之后，我走几步就到了比亚迪的专卖店了，或是比亚迪的 4S 店了。这是停在比亚迪这 4S 店前面的一些车辆，也给大家拍一拍看看。这全是电动汽车啊，这个车啊，这个车型特别的漂亮，估计这要10几万或者20几万吧。这种，这是秦，应该是比较贵的，应该是属于中高端的车型了。这个可能便宜些，比亚迪，大家看对不对？今天是礼拜六，又加上5·1了啊，所以人不多，我觉得真的非常冷清。如果是这种中高端车型啊，我觉得比亚迪它的设计真的非常的，怎么说呢，有品味儿，值得那个价钱。在德国，如果是真的能进入德国，这个车也能够卖出高价，比德国车好看多了，也豪华多，从设计来说豪华多了。这个是什么？真的，这款式真的看上去啊特别的高档，当然不是特别是我的菜，这看上去就比较廉价了啊。好了，我们看了这个比亚迪 4S 店之后呢，前面就是我的那个小电驴。我就来到了专门卖电动摩托车的一条街。朋友们，特别是海外的朋友们，大家看看啊，这是我们中国广西桂林下面一个县的比较贫穷的一个县，咱们的街景是这样子，毫不修饰啊，我没有事先选过哪一条街最豪华，我就去拍，就是这样一条专门卖电动车的这条街，还有卖其他电器的啊一条街。这个小黄车是美团的，也是电动的。可以这么说吧，就是肉眼可以见到的，在我的屏幕里面，这种像摩托车这种东西啊，几乎都是电动的，很少有汽油的车了。现在在中国大陆啊，或是在我们中国南方，一般都是电动的。好，我们看看这家店，我们走过来看看啊。今天你看这顾客也不多，对不对？有点冷清。你好，来合一下子啊。停在他店面前的，有些是转让的，有些是美团的车。大家猜猜看，像这种车，你们觉得值多少钱呢？刚才这小小的白色的值多少钱？说普通话比较好。这雅迪也是中国一个名牌，对吧？中国最大的电动车品牌啊它是这边全国销量遥遥领先啊！出口美国、德国7个国家啊。像这种我们看到这种车啊，每一辆大概是从多少开始？价钱？对对对。价钱这种是3000多啊，4000多，3000多、4000多啊，那边好一点5000多。它那个现在续航，比如说充一次电，大概续航有多少公里？最远的200公里。哦，就是要卖5000多，对不对？这个6000多。6000多。这是雅迪。它是标200公里啊，它真的能够到200公里吗？就是肯定要看各种情况，对不对？应该是在150左右的。哦，也就是去阳朔来回没有问题，全速都可以打来回。哦，这种是比较高端的了啊。最高端的。哦，像这种啊，在国外很贵。对的。对，有些要2万多块钱。可能要。像这种在国外一般要1万多人民币。对啊。因为我是在国外的，所以我才知道，所以我觉得啊，我们国内的人太幸福了，花就是2、3千块钱，如果你推一台那个旧的来，以旧换新，对不对？对，一般就是2000多，接近3000块钱左右。对，基本上3000多块钱很好了。对啊，所以我觉得国内的人很幸福啊。你这店很大啊。上面还有个大店。啊，上面你有2家啊？对，有2家啊，两地它都是有2家。也许到时我会拍另外一家，因为我
这样一路拍上去。我今天想拍拍我们，就是说我们中国这种电动车，还有电动摩托车这个话题。哎，雅迪的是中国最大的品牌嘛。哦。现在好像在我们中国，比如说在工程，卖的只有电动的，没有汽油了，对不对？汽油的也有，很少。但是一般都是电动的，对不对90%吧。好，90%的。比如说，如果是开了之后，比如说1-2年了，它要换电池，这个电池的费用一般来说不是很高吧？几百块。啊，几百块。一般都是100块的一个。你6个的600，5个500。锂电池比较贵，对不对？锂电池目前在国内不怎么成熟吧？不成熟。就是说它有起火啊，有爆炸的可能性。目前这种小排量的叫铅酸电池，对不对？对，现在大部分用铅酸电池，99%都用铅酸电池，锂电池用少。我觉得这样很好啊，这种车。好，我们再沿着这街往前走几步，大家可以看到啊，像我们这种小县城就那么多这种电动车，有3轮的，有2轮的，甚至有4轮的这种电动摩托车，这种是农用的，可能就是1万块人民币左右吧，我估计可能不到，它可以坐好几个人这种农用的车，比如说有接小孩上下学的也有，反正不是很贵。一般是中老年人开，年轻人不想开，也不好意思开，因为呢，太土了。宁可开这种2轮的。右边这种是烧汽油的车，山区的农民朋友们开这种车。这个汽油车卖的好不好？现在？一般般吧。一般般，一般都是电动的，对吧？对。啊。哇，看直播不是，我就拍一些素材。我是在海外做自媒体的。海外做。对，我就拍拍我们工程啊这种电动车方面的。我知道你是那个叫德国什么那个。德国之士啊？你怎么知道？我刷到你。在抖音对吧？但是我抖音是做业余的，我主要是在海外做那个油管。你听说过油管吗？没听见过。但是在抖音我不出面的啊，我只是，你是听到我的声音对不对？这个新日也是一个著名的品牌吗？对。像这个车现在还有人买我们工程啊？有啊，有些住山区的里面那些老百姓都需要这个，没有这个他跑不了了。但是县城一般都是买那个，很少，几乎没有，都是买那个电动的，对不对？或是周边的啊，对吧？好，谢谢啊。好，看了几个店之后呢，继续往前走，一边走一边拍，给大家看看咱们广西桂林工程的街景，可以这样说吧。这条街呢，很多店都是专门卖电动摩托车的。当然还有卖其他东西的啊，这里叫爱玛，好像现在一般来说都达到续航100公里或者100公里以上。像我们看到这种车，一般在3000块或是3000多，便宜的像这种1800、1900也可以买得到。哎，你好。你好。来拍一下工程的东西。你是老板？不是老板，他哪工的？我看你有个熟啊，你好。大众脸的。大众脸。我今天拍一下子那个电动车的一个话题。现在这个我们工程的电动车，这竞争也挺大的，我觉得，对吧？因为品牌很多啊。对。这个爱玛我刚看到。因为在520上面说做广告，好像做促销，对吧？刚好有活动，我就看到那个广告。里面转一圈，对不对？里面很多款式的。好啊，你介绍一下可以吗？看一下。拜拜你啊。先看一下先。
比如说我们看见这个款式啊，大概是多少钱？你不用说的很准确。4000多这种。4000多，它是配置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对吧？对，72伏6个电池，它可以边跑边回电。它能跑100公里不充电那种类型。像那种可能稍微配置低一点了，对吧？小一点。那种就是那个新国标电动自行车。是什么意思？就是小黄车那种类型，不用驾照。不用驾照。对，不能搭人，只能一个人坐。真的？对。这种也是吗？这个不是，这种就跟这种差不多。这种要驾照？对，安排要驾照，摩托车驾照。那里写上了价格，对。有一些搞活动，买一条送一条。像这种电动车，其实它的技术在国内已经很成熟了，对吧？它整个产业链都在我们国内啊。对。大厂家现在做的都是很好的完善了。比如售后那些都做得很好。比如说这种类似的啊，我就是说类似啊，在国外，我们国内一般是4、5千、3、4千、4、5千，对吧？对。在国外一般都要1万多，有的2万。对。很贵，但是竞争也很大，对吧？很多品牌。因为品牌很多，对。但是你们卖的大部分都是电动的，对不对？对。有汽油的可能，比如说我在前面看到有汽油的，但是少一点。在县城附近的或是平地的地方，一般都是买电动的，对吧？对。他说汽油车主要是山区里面的人啊。对。不过像我们这里的乡镇还是多一点的那些山路，它还是有一些地方要送烧油的车。但是比例来说，你觉得90%左右就是电动的，对吧？10%是要摩托车。好了。好的。谢谢你啊，帅哥，拜拜。艾玛。好了，刚才看了好几家卖电动车的，像这种啊，就是3000人民币左右一辆。当然，如果是没有什么牌子那种，就更便宜，或者在淘宝上面有更便宜的，但是那种不知道，我不敢买，反正我不敢。这些呢都是这还有一个店，左边这，你看前面右边这种它是烧汽油的。主要是给山区的朋友，或者平时呢他开的路比较远的，他可能还是买那种烧汽油的车。否则一般来说，前面像有些店主啊，或是那个销售员介绍的，90%的卖的都是电动助力车，10%的是烧油的。像这种送快递的也是电动的啊，像这个绿色的这个也是电动车。一般来说，像这种是运什么货啊，农民朋友啊，或者是街上摆小摊的，一般可能喜欢用这种3轮的、4轮的电动车。好，我们到街对面去看看，这个绿色的那个是电动车。像这个是烧那个3轮的，是烧汽油的。你看我们大陆的这种电动车，它有的是弄一个棚，可以挡雨、挡风、挡太阳。还有这种啊，是特别是冬天比较合适，因为比较冷一吹啊，所以它弄一个像夹克一样的东西，是专门给电动车的啊。但是从交通法来说是违法的，可是因为法不责众嘛，很多人他弄个那什么棚子啊，或是弄一件那种防风防雨的那个衣在那里，所以警察也管不过来，那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呗。这又是个专卖店，像这种就是3000人民币左右的车，如果自己拿那个旧的车来以旧换新，可能就2000多块钱，2000出头，2500左右就可以买到一辆了。一辆在我们小县城，如果跟当地的收入比起来，
低收入就是1个月的工资，一般就是半个月的工资吧，买一辆这样的车，我们就走一走，走几步嘛。所以可以看到啊，在我们中国大陆，这个电动车的普及，特别是电动2轮、3轮的这个普及非常的高。前面介绍过了啊，去年就是全大陆售出的那个电动2轮车，大概是5000到7000万辆，就相当于全世界那个中等偏上的人口的国家了啊。全国一个国家就那么多人，而中国大陆呢，每年都售出那么多辆那个电动的摩托车，它不包括像这种3轮的啊，这种3轮的还有那种4轮的也有，不包括这种，可能每年几百万辆才能卖得出去吧。这种就是几千块人民币左右一辆，我估计啊。大家如果想知道，可能在淘宝上面也可以找到这个价格。像中国大陆这种电动车，它的价格跟收入比起来真的不高，因为这个全产业链呢都在中国大陆，所以它能够做得出，而且大规模生产，就是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所以呢，它形成了一种规模优势之后，能够把成本降低，能够出口到世界各国去，那么又降低了它的生产成本，对吧？因为它的数量越多，那这个摊派到各车辆的成本是不是越来越低？也就是说，它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之后，本来这个在中国大陆生产的东西，它的性价比就高，它的成本相对来说比较低。如果是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都想买，那么越生产得多，那平均每辆它的成本是不是越低呢？对不对？所以从刚才我今天下午给大家拍的这个县城的街景可以看到啊，绝大部分都是电动车，电动2轮的占大多数，也有3轮车，也有4轮的，然后呢就是电动汽车了。电动汽车价格啊，从3万多起步，然后呢最多我们看到的是8万多，对不对？也就是从美元大概是5000多到6000美元左右，对吧？到12000美元，大概是这样子。假如你是在美国的，或是在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你可以对比你所在那个国家和地区，如果是像同等的电动车，它的价格是多少？还有中国大陆的这个电动车的价格是多少？当然，像比亚迪中高端的肯定更贵一些，从可能人民币10几万到20-30万不等。因为我们这里是县城，它的消费能力有限，所以没有什么小鹏啊，还有什么蔚来啊这种其他的中高端的车型，我见到的只有比亚迪。好了，希望今天呢我拍的素材给大家有一点帮助的作用吧，能够帮助大家了解一下在我们中国大陆电动交通方面的发展趋势以及发展现状。真的啊，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我3个月前还在德国，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德国在电动车这方面，不管是电动汽车还是电动摩托车或是电动助力车的发展来说，真的与中国相差太远了。在中国到处都可以见到电动这种2轮摩托车、3轮的，对不对？但是在德国几乎见不到，可以说是千里挑一或是万里挑一。他们那里即使有摩托车，也还是烧油的，噪音特别的大，而且呢都是一股青烟，对不对？然后呢，在德国电动汽车也非常的稀少，不仅是车很少，而且是充电柱也非常的少。比如说我家在德国科隆，是德国第4大城市，我住在市中心，我出门啊很难见到一个充电柱。据我所知，在方圆比如说300米之内，我只见过2个充电柱，而且是德国第4大城市啊，是德国1线，就这样。所以说德国或是整个欧洲，我不知道美国怎么样啊，欧洲电动车的发展跟中国相差好几年的距离，真的是10万8千里。如果是从电动交通方面未来的发展趋势来说啊，中国绝对是领先全世界。我这里不是吹牛，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比得过中国，目前为止是这样子，未来我不知道。但是按照中国这个政策的引导，以及中国现在已经形成规模效应了，
我觉得世界上其他国家很难追得上来。也就是说，这个电动车的未来绝对是在中国。大家信不信？拭目以待吧。好了，谢谢大家，那我们下期见。